这个男人刑满释放，走出了关押他15年的大牢，而他第一件事就是找了家酒馆。原本只是想要喝一杯，却没想到竟然和酒保小妹对上了眼。经过几个回合的眉目传情后，两人就在杂物室切磋了一下。吃饱喝足之后，强尼顺手偷了一辆汽车，毕竟不是在牢里，没有交通工具可不行。随后，强尼来到了一家美发沙龙，在店长的口吐芬芳中，可以看出他们是老相识了。两人来到了密室之中，强尼让贾博给自己一个地址。贾博知道他想找谁，但他并不打算告诉强尼。愤怒的强尼连砸了几台电脑后，贾博终于服软。他在电脑屏幕上动了动手指，给强尼指明了方向。原来贾博的身份并不是一名理发师，而是一个黑客高手。随后，强尼走出了理发店，而他发现自己已经被人盯上了。两人在马路上展开了激烈的追逐，整条街被他们搅得天翻地覆。强尼只好弃车逃跑，然而对方果断开枪，看来是想置他于死地。最终，强尼在混乱中顺走了别人的摩托，在杀手的眼前扬长而去。经过3天2夜的骑行后，强尼来到了他的目的地女妖镇。他在酒馆点了一杯威士忌，还请老板也喝了一杯。休格年轻时是一个拳击手，非常的好客，两人就这样聊起了人生。他看出强尼是刚刚从牢里出来的，可他并没有在意，因为他年轻时也坐过8年大牢。就在这时，酒馆又来了一个男人，原来他是小镇新来的警长，由市长直接任命。他从遥远的西部刚刚来到这里，原以为周一上任之后就能见到市长，然而休格却告诉他，市长已经在上周生病去世。然而这时，酒馆来了2个小混混，他们是镇上的恶霸，每个月都过来收保护费。然而今天注定要倒霉了，他们看见胡德警长还顾着吃牛排，完全不把自己放在眼里，直接掏出手枪抵住了他的脑袋。警长亮明了自己的身份，可是这2个混混并不打算收手。就在3人拿枪对峙的时候，强尼走到了他们的中间，他认为警长一个人会吃亏，就让警长放2人离开。然而没有想到，摆平2个混混之后，强尼发现警长也中了枪，根本就没有抢救的可能。警长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自己才第1天来到这个小镇，就把自己的性命交代在了酒馆。他带着遗憾吃上了盒饭，面对屋内的3具尸体，休格也是一阵头大。他让强尼赶紧离开这里，自己会想办法收拾局面。随后，强尼找到了女友安娜，然而安娜已经嫁给了小镇的检察官，还生了2个孩子，关键是大女儿才13岁，根本不可能是自己的孩子。原来强尼和安娜曾经是兔子的手下，这是一个偷窃组织。然而在一次行动中，2人决定私吞价值1亿的钻石，结果他们不但遭到了兔子的追杀，也受到了警方的追捕。强尼因此坐了15年的大牢，却没有想到自己出来后不但没有得到钻石，就连女友也成为了别人的老婆。心灰意冷的强尼回到了酒馆，而休格正在转移尸体。2人决定把尸体埋在树林里，却没有想到警长的电话响了起来。强尼接起了电话，原来是新任市长打来的。他以为胡德警长明天才会到，约他明天在小镇的咖啡店见面。既然已经无处可去，强尼决定把自己伪装成胡德的身份，成为这个小镇的警长。他把电话打给了自己的老朋友贾博，让他黑进治安系统的档案库，把胡德警长的身份改成自己。却没有想到，小弟火急火燎地找到了贾博，原来是2个西装暴徒找上了门，而贾博却非常的淡定。他让小弟把重要的东西都带上，去后门把车子启动了等他。贾博要独自会会这2个硬茬，原来2人是兔子的手下。贾博才知道自己惹上了麻烦。经过一顿胖揍之后，贾博供出了强尼，说他找自己伪造了身份。他决定去屋内把资料交给2人，让他们在此等候。却没有想到后门是一个秘密通道，贾博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。而此时强尼来到了咖啡店，他和市长约在这里见面。没有想到新任市长竟然如此年轻，好在他没有见过警长。他把女妖镇的情况告诉了强尼，原来一个叫科特的大佬控制了这里的经济，从事了大量的违法事业，而历任警长都被科特贿赂，所以才千里迢迢地调来一个警长。市长希望他能把科特搞垮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强尼其实是一个冒牌货。随后市长把他带到了警局，由于下周一他才正式上任，老警员开车带着强尼在镇上熟悉环境，却意外看见木材厂有人闹事。强尼二话不说就冲上前去，他大概真的把自己当成了警长。强尼亮明了自己的身份，可是这些人并不买账，还打算给他一点颜色瞧瞧。老警长见此想要阻拦，可强尼却让他不要插手。15年的监狱可不是白待的，强尼很有信心摆平这群小菜鸡。经过几个回合之后，这群小菜鸡全部被强尼放倒。然而其中一个不讲武德，拿起地上的木棍想搞偷袭，却被一个陌生男人拦了下来。原来男人就是科特。
在女妖镇黑白两道通吃，混混不怕警长，但是科特的话他却不敢违抗。科特主动和强尼示好，想要把他拉入自己的阵营。等所有人都走后，科特主动问候了木材厂老板，没有想到老板竟然是他的父亲。老头一辈子都在做合法生意，可是科特却无恶不作，老头因此把科特赶出了家族。而此时，强尼正在街上闲逛，却意外看见了前女友安娜的女儿，年纪轻轻的就和别人鬼混。强尼故意撞到了女孩，还顺走了她的钱包。原来强尼怀疑她是自己的女儿，打开钱包后，发现女孩真的才13岁，那时自己还在坐牢，对方根本不可能是自己的孩子。而在一家屠宰场内，科特叫来了闹事的混混，还把对方胖揍了一顿。虽然父亲不认自己，科特也绝不允许别人欺负他。可怜的混混根本不知道对方是科特的父亲，被打碎了牙齿还要往肚子里咽。时间很快就到了周一，今天是强尼宣誓就职的日子。女警员给强尼穿上了警方，别说，看起来还真有点那味儿。随后，强尼就在法官的见证下宣誓成为了女妖镇的警长。晚上，镇上还举办了盛大的欢迎派对，而资金全部由科特提供。然而没有想到，安娜和老公也来到了派对。看见新任警长是强尼后，她震惊了。安娜不知道强尼想要干什么，她只想让强尼离开这里。可是强尼却不以为然。现在的安娜没有资格教自己做事，而安娜离开后，强尼却遭遇了袭击。就在刚刚，一个混混持枪袭击了小镇聚会，却被强尼一枪击毙。原来混混今天被科特胖揍了一顿，所以才导致了心理不平衡。而安娜的现场应激反应，也让丈夫大吃一惊。他们结婚10几年，大卫从来不知道妻子的这一面。让他更想不到的是，安娜和强尼是曾经的雌雄大斗。第二天，强尼在小镇看房子，他现在需要一个住所，却意外碰见了安娜。他也带着客户在这里看房。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? 即使已经过了15年，强尼还是无法忘记安娜。可安娜已经铁了心，她要和强尼划清界限。而强尼是一个老司机，在他的软磨硬泡之下，安娜也有点把控不住。就在两人想要当场开车的时候，却有人闯进了厨房，强尼只能放弃这个大好机会。就在这时，安娜接到了学校的电话，原来她的女儿今天又没去上课，而此时的她又在和一群不良少年在外鬼混。德瓦被男友带到了郊外的一所房子，这里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的地方，人也不是什么好人，这让年幼的德瓦有些不自在。而他却意外听见了别人的谈话，这些人竟然在做白面生意。就在德瓦不知所措的时候，混混头子却发现了他，头子把他叫到自己的面前，想要对他图谋不轨。德瓦根本不敢反抗，只能任由对方宰割。好在这时，他的小男友及时出现，瓦德才躲过了一劫。另一边，强尼来到了警局，第一天上班竟然就赶迟到，这让老警员罗克非常的不满。原本警长的位子应该是他的，他在这里熬了几十年，却突然空降了一个强尼。然而强尼并没有给他好脸色，你这是在叫我做事吗？就在这时，科特找到了强尼，他为昨晚的救命之恩表达了感谢，还带来了自己屠宰场的上好牛排。科特说自己做的都是合法生意，还让强尼注意镇上的穆迪家族。原来强尼昨晚杀的那个混混就是穆迪家族的成员，可是强尼并不买账，他最不喜欢别人教自己做事。科特走后，强尼把电话打给了贾博，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身份。好在贾博已经搞定了一切，胡德警长几乎没有活着的亲人，他和前妻已经分居，儿子也已经好几年没见过面。强尼的身份暂时没有什么问题。晚上，强尼回到了酒馆，他借住在休格家的阁楼，每天晚上都要过来喝一杯。然而今天，休格却不肯接待他。原来穆迪家族晚上在这里聚会，休格害怕强尼会和这帮人发生冲突，因为强尼杀害了他们的家族成员。休格直接塞给了强尼一个三明治，让他回去慢慢吃。无奈之下，强尼只好坐在楼梯口啃了起来，却没有想到他优雅的吃相引起了一个贵妇人的注意。原本以为这会是一场艳遇，却没有想到女人也是穆迪家族的成员，而强尼枪杀的男人就是女人的丈夫。女人给了强尼一个耳光，可强尼并不在意，甚至还感觉有点享受。就在这时，两个男人认出了强尼，想为自己的兄弟报仇。然而强尼并没有退缩，还直接把脑门送到两人的面前。他认定两人不敢在这里开枪。然而这时，休格拿着猎枪走了出来，暂时帮强尼解了围。人群散去之后，一个年轻女孩却迟迟不肯离开。老司机强尼瞬间就读懂了对方的眼神，来了一个顺水推舟，当场就把对方带上了小阁楼。然而完事之后，强尼却想起了自己的前女友。15年前，两人被大批警察围堵，而强尼却把逃生的机会留给了安娜。Hey! I'll catch up to you. I love you. I love you. Take the dice. I'll catch up to you. Go! 第二天，强尼来到了局里，他正在为穆迪枪击案写报告。然而半路出家的强尼哪会这种玩意儿？好在警员凯利主动帮忙，他对这个新来的警长充满了好感。强尼这该死的魅力！晚上，穆迪家族的族长主动来警局报案。原来今晚有人在粮仓举办派对，他的儿子正打算参加。穆迪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学坏，就像他的大儿子科特一样。穆迪走出警局后，还向强尼介绍了自己的女儿。My daughter, Rebecca.
没有想到贝利竟然就是昨晚与他共度春宵的女孩。好在两人都表现得非常自然，尴尬是不可能尴尬的。强尼回到局里之后，却发现同事们都在准备枪械，这让他非常的不解。而同事告诉强尼，有聚会的地方就有面粉交易，有交易的地方就有枪战。然而此时，德瓦也跟朋友来到了这个派对，这里大多数都是未成年的学生。为了不引起混乱，强尼直接脱掉了警服，打算单独闯入里面把混混头子捉拿归案。只见他一拳一个，打晕了2个看门人员。强尼的行事风格让同事们惊掉了下巴，这小子怎么看都不像一个警长。强尼来到粮仓内部之后，四处寻找这里的组织头目，然而现场却传来了求救的声音。原来里面不断有人倒地抽搐，这里提供的面粉全是劣质产品，为了赚钱泯灭了人性。德瓦正和自己的男友接吻，然而下一秒，彼得突然发生了剧烈的咳嗽，随后倒地不起。强尼立刻呼叫了支援，手下随即堵住了大门。然而混混头子狗急跳墙，对着空气连开了几枪，现场引起了一阵混乱，而他们趁乱从侧门逃了出去。强尼就像恶狗附体了一般，单枪匹马就对着一群人穷追不舍。他们一边追逐，一边互相射击，然而子弹就像长了眼睛，完美的错过了自己的目标。强尼打完了所有的子弹，竟然没有放倒一个，最后使出了看家本领，直接扑倒了一个卡拉咪。两人在水里展开了激烈的肉搏。好在队友及时赶到，帮助强尼化解了危机。然而此时，医护人员也赶到了现场，对昏倒的人员展开了急救。然而他们还是来晚了一步，德瓦的男友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，走得非常安详。而最惨的还是德瓦，年纪轻轻的就看见男友死在自己的面前，估计不看几次心理医生是走不出来了。凯莉查看了死者的证件，没想到死者竟然是州参议员的儿子，这下事情大条了。然而此时，混混头子逃离了现场，来到了科特的家里。原来他是科特的手下，背着科特在小镇卖起了面粉。科特直接切断了他的一根手指。原来科特也做面粉生意，不过都是在大城市里面贩卖，既赚钱又安全。他从来没有打算在自己的小镇贩卖这些东西。而如今的局面，就像是别人在自己的草坪拉了一泡屎，还间接害死了州议员的儿子。科特决定拿他喂自己的狗，不过给他1分钟的时间逃跑，却没有想到科特的保镖不讲武德，混混开跑还没有2秒。科特邀请了一个冠军拳手，打算举办一场拳击比赛，这能为女妖镇的经济做贡献，科特也能因此大赚一笔。他最大的收入就是来自博彩行业。科特不但给拳手提供了高昂的出场费，还为他打造了一款纯金手表，可见科特对这次的拳击比赛何等重视。拳手也对这次的活动很满意，毕竟给钱就是大爷。由于比赛明天才会开始，拳手和现场的拳击手打起了热身赛。就在这时，强尼也来到了现场，但他是来找科特的。他拿出了一包药丸，原来参议员的儿子就是吃了这种东西导致了死亡。强尼询问科特是否认识这些东西，这在科特看来，强尼是在指控他在小镇从事面粉交易，这让科特非常的愤怒。历任警长没有一个敢这样和他说话。由于没有证据，强尼也只能就此作罢。就在这时，不断有职业拳手上台挑战冠军拳手，毫无疑问，他们全部没有招架之力。曾经的老拳手休格也来到了现场，他告诉强尼，这个拳手的人品不行。原本现在只是简单的热身赛，可是拳手却下手如此之重，没过多久，现场就无人敢上台了。拳手把目光放在了强尼身上，他想让小镇警长跟他对打，可是强尼并没有理他。无论拳手对他如何的羞辱，强尼依然无动于衷。在现场人员的一片嘘声中，他直接离开了这个会场。就在这时，拳手看见了一个身材火辣的服务员，他主动把对方叫到自己的面前，邀请女孩晚上去他的房车喝香槟。女孩痛快地答应了下来，毕竟这个拳手是那么的平易近人，一般女孩很难拒绝。晚上，女孩如约来到了拳手的房车上，自愿和他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。女孩被折磨得不成人样，原来拳手是一个虐待狂。强尼收到消息后，赶到了医院看望女孩。安娜也跟着大卫来到了这里，因为大卫是小镇的检察官。强尼自认他不是一个好人，但是伤害一个无辜的花季少女，强尼是绝对做不出来的。而拳手竟然还在女孩的身上使用了香槟瓶，对女孩的身心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。强尼直接开车赶到了会场，给自己找了一个合适的停车位，随后怒气冲冲地来到了会场内部。然而科特却拦住了强尼，让他卖自己一个面子。原来他也听说了女孩的遭遇，但是科特为这次的活动投入了巨额资金，他让强尼在明天拳击比赛结束之后再来追究这件事情。凯莉对科特说的话非常愤怒，对着科特就是一顿问候，却被强尼拦了下来，这让凯莉非常的失望。前几任警长都被科特收买，他以为强尼也想做科特的狗腿子，可是强尼并没有解释，他直接推开了拳手的经纪人。保安见此想要阻拦，却被强尼当场 KO。强尼直接爬上了擂台，想要教拳手做人，却没有想到强尼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毕竟人家可是正经的拳王。强尼就这样被对方胖揍了一顿。
结果强尼被对方一脚踹下了擂台，在前女友的面前丢了一个大脸。关键还有局里的小迷妹凯莉，强尼能不能找回这个场子呢？既然已经被打下了擂台，强尼也不顾什么拳击精神了，抄起酒瓶就往对方头上招呼。双方的战斗进入了白热化，拳手使出了一记夺命剪刀脚，强尼被死死地夹住了脑袋。为了摆脱控制，强尼一口咬住了拳手的大腿，然后重重肘击了对方的小麻雀。拳手当场失去了战斗力，躺在地上痛苦的哀嚎。然而强尼还是不打算放过拳手，直接掰断了对方的手腕。拳手的职业生涯算是彻底到头了，可是强尼还是觉得不解气。最终，拳手像一条死狗一样无法动弹，强尼的身体也是摇摇欲坠，不过他还是本能的硬撑着。这一刻，强尼的人性光辉得到了升华。警员凯莉已经被这个新来的警长完全的征服，前女友安娜也对强尼有了改观。他竟然为一个陌生的女人拼上了性命，就在昨晚自己还伤害了她。原来昨晚安娜闯进了强尼的阁楼，把所有的钻石交给了强尼，让他离开这个小镇。可是强尼在乎的根本不是钱，他想要跟安娜重新开始，却被安娜无情的拒绝。在安娜的眼中，以前的强尼已经死了，他认为现在的强尼并不是一个好人。然而这一刻，强尼用行动证明了自己，他还是以前的那个他。随后，休格搀扶着强尼来到了车上。他原本是这场拳击比赛的裁判，因为强尼的搅和，也因此给他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。休格只是开了一个玩笑，却没有想到强尼直接掏出一块金手表给他。原来在打架的过程中，强尼顺走了拳手的金表。他原本就是一名江洋大佬，这是他的职业病。然而回到酒馆之后，科特却找上门来，他花了重金邀请了拳手。结果因为强尼赔得血本无归，他认为强尼有点不知好歹，历任警长都对自己鞍前马后，可是强尼并没有给他面子，而强尼的态度非常明确，绝不会跟他同流合污。双方直接当场就撕破了脸皮。科特明显已经被强尼激怒，在这个小镇，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和自己说话。科特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怕他，然而强尼却软硬不吃，他有自己的原则。另一边，拳手的经纪人正在大发雷霆，他的拳手已经被打成了残废，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上台比赛了。他失去了自己的摇钱树。然而没有想到，科特的贴身保镖找到了他，还让他退还拳手的出场费，而经纪人认为这一切都是他们造成的，自己还没找到科特算账，还竟然敢让自己退钱。保镖好言相劝，可经纪人却不知好歹，当场让对方滚蛋。他根本不知道这个穿西装的男人究竟有多可怕。戴上眼镜他是一个绅士，拿下眼镜他就是一个暴徒。保镖直接爬上了男人的房车，随后里面传来了阵阵惨叫。而另一边，一个男人拍下了强尼和拳击手打架的视频，还把他发到了互联网上。这个冒牌警长的身份会被揭穿吗？现在强尼打算把科特捉拿归案，他来到了科特的家里，而科特也没有反抗。警长被一群混混控制，原来他们是穆迪家族的成员，想要给自己的兄弟报仇。然而没有想到，根本不是他们可以招惹的存在。两个小弟已经开始害怕，他们的目标是强尼，根本没打算招惹科特。手枪却被科特一脚踢飞。然而这时强尼却被一个小弟拿枪指着，局面变通风报信。然而强尼是一个老司机，看出了凯尔的小心思，把他带上阁楼安慰了一番。随后凯尔满脸春风地走出了阁楼。然而这一幕刚好国的街头有多乱，光天化日之下，这个女人在街上被一群壮汉调戏。安娜虽然有点身手，可是面对人高马大的4个壮汉，她根本无法抵抗。安娜被拖进了小巷中。就在歹徒想要侵犯她时，路过的休格看见了这一幕。他年轻时是一个拳击手。休格客客气气地让歹徒放过安娜，可是歹徒根本没有把这个老头看在眼里。休格放倒了2个混混，然而混混不讲武德，从背后搞偷袭。休格吃了一个闷棍，随即倒地不起。混混头子想要就地办了安娜，为了不影响发挥，他让自己的兄弟出去兜风。看来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。兄弟们识趣的走出了小巷，每次都是让大哥先吃饱，他们才能捡剩下的。然而凯莉刚好在街上巡逻，看见这群混混走出小巷，他本能的产生了警惕。等他们走远之后， Police, drop the gun! I said drop the gun! 凯莉击毙了歹徒，这一幕也被歹徒的兄弟看在眼里。随后，强尼带着手下赶到了现场，同事们对凯莉进行了安慰，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杀人。虽然对方是一个歹徒，但是也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阴影。然而罗克却认出了歹徒，他们是机车党的成员，经常在各个城镇流窜作案。罗克在前几天弄丢了目击证人，打算把这群人一网打尽，戴罪立功。晚上，机车党成员经过讨论，一致决定给自己的兄弟报仇。第二天，凯莉在局里上班，却发现一名歹徒在窗外偷窥，他掏出手枪就追了出去。然而对方已经骑着机车扬长而去，凯莉想要开车去追，却没有想到车胎已经被对方扎了一刀。而另一边，小镇今天举办了传统狂欢节，强尼带着罗克维持治安，然而机车党却突然出现，抓住了一个女人的头发，
强行把他拖着跑。他们的目标非常一致，专门寻找女人下手。由于警力不足，强尼就像一个无头的苍蝇，被他们耍得团团转。然而这时，贝利察觉到了危机，掏出了脚上的匕首。这一幕震惊了他的族人，在他们的族群，女人是不能使用暴力的。机车党离开后，现场留下了一片狼藉。为了安抚群众，市长召开了紧急会议。然而群众却非常的愤怒，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都受到了威胁。然而政府却无法保护他们，现场传来了无数的谩骂，市长根本就无法控制局面。然而这时，科特走进了会场，场内瞬间就安静了下来。他现在正处于保释期，竟然说自己会替政府保护他们的安全，让他们的狂欢节照常进行，所有的损失由他来赔偿。市长的威望被科特死死的压制，民众也更相信科特。好在强尼站了出来，他让科特不要插手政府的管理，自己也不干涉他屠宰场的工作。强尼替市长稳住了局面。会议结束之后，贝利的族人把他交给强尼处理，因为贝利用刀袭击了一名歹徒，族人认为他有罪。面对这个阁楼里的亲密战友，强尼当场就维护了贝利，说他这是属于正当防卫。晚上，强尼回到了阁楼，却突然有人闯了进来。强尼连忙掏枪对准了他，却没有想到来的人竟然是贝利。他说想拿回自己的匕首，然而强尼却看出了他的小心思，当场就用最高礼仪接待了他。有了上一次的经验，强尼直接把车速飙到了180码。就在强尼沉浸在温柔乡的时候，机车党成员找到了凯莉，袭击了他的住所，还放火烧了他家的房子。而今天是他的生日，凯莉还是在这所房子出生的。这一晚，他仿佛失去了一切。强尼赶到现场后，却根本不知道如何安慰凯莉，只能让小黑留下照顾他，而强尼则匆忙地离开了这里。随后，强尼找到了科特，他们暂时放下了各自的恩怨，打算一起对付机车党成员。科特的手下在酒吧抓到了一名混混，在他的调教之下，混混说出了他们的老巢。科特告诉强尼，如果他逮捕了这群混混，他们大概率会得到保释，然后继续伤害这个小镇。在科特的暗示下，强尼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摆平这一切。随后，强尼单枪匹马地来到了混混的老巢，他只带了2根警棍，用自己最拿手的街头格斗，一个人单挑了7、8个混混。第二天，强尼把这群混混丢进了面包车，让贾博把他们扔到一个指定的城市，因为那里有这群混混的逮捕令。这让贾博非常的气愤，自己明明是一个搞技术的，现在竟然成了强尼免费的劳动力。而另一边，凯莉收到了一份生日礼物，里面全是机车党成员的戒指。看到这个东西之后，凯莉似乎猜到了什么。然而此时，一个联邦探员来到了小镇，原来迪恩是为科特而来。他调查了费城的面粉交易，结果都显示和科特有关，可是又没有实质性的证据。虽然法院已经对科特提起了谋杀诉讼，然而因为他们的办事不力，目击证人竟然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失踪。可是强尼觉得这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因为他们手上还有录像和受害人的手掌。随后，迪恩来到了警局的物证室，却没有想到手掌和手机竟然不翼而飞。迪恩差点被管理员气死，因为管理员根本不知道物证是如何消失的。这个小镇警察的能力也太水了。迪恩把这里的一切报告给了自己的上级，他觉得这个小镇的背后非常的黑暗。迪恩决定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。然而此时，一辆长途大巴停在了小镇，一个男人走了下来。男人一看就是一个流浪汉。然而当他看见远处的强尼时，他一眼就认出了强尼。男人觉得这一切太过不可思议了。第二天，强尼接到了罗克的电话，说局里来了一个特殊的罪犯，想让强尼过来看看。强尼昨晚彻夜为人民服务，现在哪有这个闲心，他让罗克自行处理。可是罗克告诉强尼，罪犯似乎认识他。当罗克说出对方的名字时，强尼震惊了。随后，强尼赶到了警局，他不但认识这个男人，而且对方曾经在监狱里还帮过自己。故事回到15年前，强尼当时在监狱里服刑。然而在某天夜里，强尼被狱警强行带到了一个男人的面前。原来男人就是盗窃组织的首脑兔子，他买通了监狱的关系，让强尼说出安娜的下落。原来安娜是兔子的养女，然而他却为了强尼背叛了自己。兔子没有打算杀死强尼，虽然他有这个能力，他买通了监狱里的犯人，让他们每天折磨强尼。监狱大佬光头哥亲自动手，他把强尼暴揍了一顿，然后掏出了一把剃刀，直接捅了强尼的腰子。但是他下手非常有分寸，就是不能让强尼死掉。兔子要他们每一天都折磨强尼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强尼认识了德尔。他躺在病床上的日子，德尔对他照顾有加，他还给强尼出了一个主意。光头男是一个基佬，如果强尼可以牺牲自己的色相，或许光头男就会改变对他的态度。强尼把德尔带到了一家餐厅，请他好好的吃了一顿。德尔知道强尼以前是一名江洋大盗，以为强尼正在谋划一桩大买卖，他想要加入，可是强尼并没有把事情告诉对方，他不打算让德尔留下。强尼觉得自己的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，他给德尔置办了一身行头，还给了他不少的钱财，让他找一个新的地方好好生活，永远不要再回到这个小镇。德尔拿到钱后，当场就给强尼做了保证，却没有想到德尔并没有离开，而是来到了小镇的赌场。没过多久，就把强尼给他的钱输了个精光。赌场的小妹见状，果断地甩掉了他，这让德尔难以接受，直接就在赌场发起了酒疯，结果被保安胖揍了一顿。随后，
强尼去警局接走了德尔，把他带回了休格的酒馆。休格好吃好喝的招待了德尔一番，这让他的内心开始膨胀。强尼质问德尔为何不离开，然而没有想到，德尔占着自己曾经帮过强尼，威胁他带自己一起发财。德尔已经知道强尼的警长身份是假冒的，他认为这个秘密足够让强尼服软。面对贪婪无度的德尔，强尼想起了自己的监狱生活。当初他被光头男暴揍了一顿，整整在病床上躺了1个月。身体恢复之后，强尼找到了德尔，向他打听了光头男的生活规律。德尔把光头的男宠比利介绍给了强尼，通过比利的引荐，强尼找到了光头男，他想让光头男放过自己。然而光头男看上了强尼的小身板，让他回去好好练练舌头，晚上洗干净了来找他。离开之后，强尼想要策反比利，让他跟自己合作，一起做掉光头佬。然而比利认为这是在自寻死路，他根本不敢有这种念头。强尼只好掏出了德尔给他的锥子，把比利的嘴巴捅进去。强尼因此被关了1个月的禁闭。然而他出来以后，光头男就愤怒地找到了强尼，自己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听话的小白脸，竟然被强尼一手摧毁。现在的比利不但失去了以往的清秀，嘴巴也不像以前那般灵活了。光头男把强尼带进了室内，让强尼跪在自己的面前，掏出剃刀威胁他为自己服务。为了好好活着，强尼只好答应成为他的新男宠。然而没有想到，强尼趁着光头男放松了警惕，直接削掉了他的小老弟，然后快速地捡起地上的剃刀。然而光头不是一般的勇猛，即使受伤如此严重，强尼依旧被他按在地上反复摩擦。为了摆脱光头的控制，强尼又使出了阴招。随后，强尼死死地从背后锁住了光头男。这个勇猛的汉子再也支撑不住，当场就饮恨黄泉。然而强尼还是不解气，用杠铃支撑着光头男的脑袋，然后举起了80斤的大铁饼，把光头男的脑袋砸成了肉泥。他这个做法惊呆了在场的各路猛男，为自己树立了威信，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找强尼的麻烦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狠人，曾经的狱友竟然敢肆无忌惮地威胁他。晚上，强尼和休格在湖面喝酒，两人就像是一个知己。然而德尔却被他们联手杀害，尸体被两人沉入了湖底。这3个把老师带到小房间，发泄心中的怒火。他根本不顾同伴的劝告，也不顾这个老师是市长的老婆。警员很快，歹徒的价值观不同就被赶出了家族。他非常理解贝利的遭遇，科特给贝利安排了一个房间，让他想住多了告别。然而这一幕都被科特的保镖看在了眼里。另一边，安娜正在策反雷克，想让他和自己一起对付兔子，却没有想到雷克已经偷偷地解开了手铐。他打算把安娜带到兔子面前，一场大战已经无法避免。经过几十回，因为放水死在了安娜的身上，而安娜的肚子也中了一刀。等强尼回到阁楼的时候，安娜已经是族长死前让科特做出了一个承诺，就是不会杀死他的儿子，否则西蒙已经死了800回了。眼见西蒙还是不识好歹，科特打算给他一点教训。只见他拿出了一个笛子，笛子声响起后，所有的工人都放下了手中的活，集体的走出了工地。这把西蒙看傻眼了。晚上，强尼找到了科特，想让他帮自己一起对付兔子，并承诺自己会欠他一个人情。然而科特却不关心这些，他质问强尼有没有和贝利发生关系，这让强尼有些摸不着头脑。他根本不知道贝利是科特的侄女，两人因此大打出手。科特一直有在锻炼身体，还学过华夏绝学咏春拳。两个人经过几十回合的较量后，双方都感到体力不支，两人打成了平手。最终，他们达成了这次的合作。然而夜里，强尼独自在警局留守，却没有想到兔子居然找到了这里。面对强尼的手枪，可他却毫不在意，而兔子只是想跟强尼当面做个告别。等他离开以后，强尼听见了子弹上膛的声音。兔子的手下对着警局进行了无差别的扫射，等到枪声停下以后，强尼却被一把步枪抵住了脑袋。然而没有想到，对方竟然是小镇的大佬科特，他已经带着手下解决了兔子的人，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。第二天，罗克带着警员回到了局里，他们都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。就在这时，联邦探员迪恩也回到了局里，他们整晚都在外寻找男孩麦克的下落。现在的迪恩也是一脸的问号，他看出歹徒使用的是军用步枪，质问强尼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可强尼却在装傻充愣，如果他把实情告诉迪恩，那他的冒牌警长身份也会暴露。迪恩用罢免职务来威胁强尼，然而强尼却毫不在意，他主动上交了自己的警徽。另一边，贾博正在利用网络追踪兔子，他和休格想要帮助强尼。贾博黑进了卫星，然而因为人手不足，他并没有找到兔子的下落。就在这时，安娜找到了这里，曾经的队友终于又并肩作战了。然而此时，强尼却把电话打给了兔子，还跟他做了一个交易。原来强尼想用自己换回麦克，他曾经为了掩护安娜而坐牢15年，
如今又为了他的儿子打算牺牲自己，只能说强尼是一个痴情的情种。而兔子也信守了承诺，他让手下把麦克送了回去。而此时，安娜和贾博还在盯着电脑屏幕，利用卫星不断的搜寻整个小镇。然而这时，大卫却找到了这里，他告诉安娜，兔子已经把麦克送了回来。他还说自己已经原谅了安娜，这让安娜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。然而很快，安娜就明白了什么，强尼用自己换回了麦克。贾博连忙定位了强尼的手机，发现他现在在一所偏僻的工厂，三人非常的默契，他们都同时整理了装备，打算前去营救强尼。而此时，强尼被绑在了椅子上，兔子让手下不断的折磨强尼，他把安娜背叛自己的账也算到了强尼的头上。然而这时，安娜的营救小队因为超速被警员罗克拦了下来。为了尽快营救强尼，安内把兔子的事情告诉了他们。最终，警员们也加入了营救队伍。就在兔子还在折磨强尼的时候，双方人员已经发生了激烈的交火。营救小队解决完外围所有人后，休格和罗克也中了枪，好在他们都没有生命危险。就在大家查看罗克伤势的时候，工厂的铁门缓缓地打开。Suck my tit. 解决了所有人之后，安内用枪指着兔子，可兔子却认为安娜不敢杀自己。然而这一次，他失算了。随后，迪恩带着手下赶到了现场，然而兔子的尸体却不翼而飞。而另一边，科特带着贝利来到了赌场的工地，他打算给合作伙伴一点教训，却没有想到市长就在工地上。原来他也投资了这个项目，因为科特项目已经停止了建设。然而他不知道，科特已经在工地内装了炸弹，而科特也不知道市长在工地。另一边，一群猎人正在树林打猎，却意外发现了一具尸体。随后，迪恩带着手下赶到了现场，原来尸体就是强尼当初埋掉的警长，现在已经发生了严重的腐烂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强尼的身份会暴露吗？关注我，下一季见。